人骗了，他天天在我在后面哭说我没有稿子，我没有稿子。然后他今天演成这样，啊，不是该哭的不是他吧？应该是我。每个接在房主任后面人都被淘汰了，所以你们不要把我轰下去，谢谢。啊，讲讲我啊！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啊，我是一个能量很低的人。我说我能量低，不是我说我内向，就是我很容易累，特别容易累。我每次都是休息2小时，演出5分钟，这5分钟在台上生龙活虎，下台嘎巴就躺了。但是我有一个跟我完全不一样的妈妈，我妈能量超级高，她精力超级充沛，我俩完全不一样，我俩处理问题的方法都不一样。我妈处理问题的方法就是干就完了，我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死了得了。所以我完全不懂我妈，我完全不懂她，但是我能理解她是怎样形成这样的性格的，跟她的工作有关系。她是一名小学的班主任，她有一个偶像叫李云龙，她的教育理念就是逢敌必亮剑。每个学校都有打扫分担区的活动，我妈的班级如果领到那种特别不好的那种打扫工具，她就会给她的学生们做扫前动员。她说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去给我找工具，哪怕去偷去抢，我要你们20分钟内把这里打扫干净。这就是我的妈妈，一个有洁癖的土匪头子。而且我妈特别喜欢搞氛围，特别喜欢搞氛围。每次年夜饭都是她的主舞台，一大桌子菜，一家子人做好了，她不吃，她拿起一杯酒，说：“来，我提一杯。”然后对着我姥姥说：“妈，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关心和照顾，这杯酒我敬你，祝您身体健康，寿比南山。”我说：“妈，你要找我姥办事儿吗？”啊，我感觉你们俩都不熟，我要不给你俩引荐一下了我要。而且他自己敬完了之后，他又指挥别人敬酒，让我老舅给我姥敬酒，让我老姨给我姥敬酒，然后他们仨一起给我姥敬酒。我说咱们家是敬老院嘛。我姥80了，我说再这么敬下去，我觉得我姥寿比南山难。北海北海有老墓碑，起低了。我喜欢。有人喝了，我就跟我妈说：“我说妈，别敬了，我觉得我老脸色都有点难看了。”我妈说：“能不难看吗？你还没给姥敬酒呢。”而且我妈不仅自己搞氛围，她还拉着我一起搞氛围，让我在年夜饭饭桌上表演节目。你说小时候表演就表演了，长大了也表演。我说实话，朋友们，我的亲戚朋友们平均年龄40、50岁，我学幼师的。我给他们演什么？我说让我看看是谁的老眼睛没有看老师啊！太荒谬了！最荒谬的是，没有一个人觉得这很荒谬。而且我妈连生病的时候都要搞气氛。去年生病住院了，我陪她去住院，我天天熬夜熬得面黄肌瘦，我妈满面红光，跟隔壁搜手。医生进来都懵了，跟我妈说：“你长点心吧，你孩子都病成这样了，你还有闲心跟人唠嗑呢啊！”而且没住2天，几乎整个楼层的病人都认识我妈。我妈在走廊里散步的时候，那3步一招手，5步一回头，谁都得过来跟她唠10块钱啊。她天天在医院里给人化疗，哇！我陪我妈在走廊里散步，后来我发现，都有人开始认识我了。他们指着我跟我妈说：“哎，这个就是你经常提起的那个说脱口秀的女儿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”我说：“我不是，我是德云社的烧饼。”
知道这段脏，但是我喜欢。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我了，他们直接都不叫我，他们直接上来就跟我说演一个，大方的演一个。我说让我看看是谁的老眼睛没有看老师啊！荒谬！我为什么今年想上节目？我就是希望以后再有人让我演一段的时候，我直接把这个视频怼到他脸上，就放刚才那一段，就放这一段。而且这些我都能理解啊，这些我都能理解。我唯一我不能理解的是，我妈她自己做完手术之后，她要操心别人的手术，我无法理喻。就人家有家属，有主治医生，她在那儿指挥人家，说你抬头，你抬脚，你扶腰，放这个床上，运动啊！我那个时候我非常生气，我非常生气，我对着我妈，漂亮。我说妈，你也是个病人，你应该躺在那儿休息，你天天操心别人的事儿，你不累吗？我妈说，你天天说脱口秀跑这儿跑那的也赚不了什么钱，你不累吗？我说妈妈，你帮助别人的样子真好看。我发现啊，我其实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想改变我妈，我想让我妈变得像我一样，就是安静一点，有助于她的恢复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我妈住进那个病房之后，整个病房欢声笑语。虽然我还是不懂她，但是我决定尊重她，因为我的愿望很简单，就是希望我的妈妈身体健康，寿比南山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月明，大家好，我是月明。烧饼来啦啊！讲点啥呢？我今年31了，不像是吗？今年81啊，今年31了，但是我还是不适应自己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，因为我甚至不适应小孩叫我阿姨。每次有小孩叫我阿姨，我说你叫我阿姨，我这个年纪你叫我阿姨，好像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我就是不适应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一直在装一个大人，假装一个大人。我甚至不敢去那种营业厅，因为我觉得那是大人才能去的地方。我第一次去办银行卡，还偷穿了我妈的西装和高跟鞋。我非常优雅地走进银行营业厅，结果一群大爷大妈问我去哪儿叫号，我说这边请。我觉得我成功地打入了成年人的内部，接下来就是去办一张银行卡。我坐在那个银行的窗口那儿，假装自己是金融圈的大佬。我说你好，我要办一张银行卡。他说请出示身份证。我说我回去管我妈要一下。一直都是这个状态，我觉得跟我学的专业有关系。我是学幼师的，我超爱这个专业，因为它不用学数学。不管3723我就报了，而且学的科目全都是高中不让你上的课，音乐课、美术课、体育课啊，给我上爽了。我觉得我们那些生病的老师都来这儿上课了。而且我最喜欢的一节课是模拟公开课，就是一个人在上面假装讲课，然后其他的同学配合他当学生坐在底下当幼儿园的小孩。我的同学们都喜欢让我去装小孩，因为我这方面天赋异禀，我不用装，我就是。我说你就说你想要什么样的小孩吧，你就说有那种戏精小孩，老师我老师，还有那种害羞的小孩。我说我想上厕所，现在不想。还有那种人来疯小孩，就那种，就是这种啊。我那大专那2年特别快乐啊。结果毕业的时候完了，因为那2年啥也没干，就装小孩了。我说这能找着工作吗？结果学校非常贴心，给我们准备了校招，就是全国各地都来我们学校招老师。我不想当一个普通的幼师，我想当那种特长班的老师，但是只有一个特长班在上海，就那一个学校。我说我就去上海，我全名杜月明，听名字就知道，我一定会在上海闯出一片天。面
试的时候我超积极的，因为校长说他是舞蹈出身的，他看完舞蹈他都不看了，他就走了，让其他的面试老师看其他的科目。我说我必须让校长看到我，所以校长问谁会跳拉丁的时候，校长我校长，然后校长就把我叫上台了，我就开始一顿 2 3 恰恰 1 2 3 恰恰 1 2 3 恰恰 1， 我恰了1分来钟。校长说你就会这一个动作是吗？你就说我会不会吧，我还会跳街舞。我们校长说我们不需要街舞老师，也不需要这样的拉丁舞老师。我说没关系，我应聘美术老师。校长第一个就把我招进去了，我都不知道校长怎么想的，他不需要这样的拉丁舞老师，但是需要这样的美术老师是吗？所以我进去了之后，非常努力的想成为一个优秀的老师，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到，我的性格根本就做不了老师，因为我的学生从不尊重我，他们都不叫我老师，他们叫我欧，就是这样，我管不了他们。但是我有个外援，我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，她就跟我说，她说管理班级非常简单，一个猴一个栓法，这不是这个。一个猴一个栓法，然后他说你只要把班里最淘气的那个管住了，这个班你就管住了。我说我是我们班最淘气的那个，因为我们班很复杂，它不是正规的学校，它是特长班，很松散的，所以每次那个我一进班的时候，孩子都非常的乱，第一排在那吃笔，中间那排在那撕纸，最后那排没有最后那排，最后那排的。我也管过，我说别跑了，别跑了，结果被家长投诉了，说我的口音把他的孩子带跑偏了。我说你确定你孩子的口音是我带跑偏的吗？那跑偏是上海话吗？你都不是个上海鹰，所以我没办法跟家长沟通。很多家长他觉得孩子画画越像大人越好，我不一样，我觉得孩子，尤其是6岁以下的孩子，他画画你要保护他的创造力。我有一次带着我的班级小孩画一个小汽车，家长出来就把我堵住了。他说：“你看看这画的什么东西？”我说：“这个是一个4岁小孩画的一个螃蟹小汽车，虽然画的没那么标准，但是他很有想象力。”他说：“我觉得这个车他拿不出手。”我说：“那，我给你加个奔驰的标呢啊。”我真的适应不了这份工作，所以我就离职了。离职找了一个成熟的工作，全职说脱口秀。非常成熟，但是我确实我没法适应自己已经长大了，但是确实已经长大了，感觉自己被催熟了一样。我去年去参加同学会，我的同学也像被催熟了一样，他们在饭桌上就讨论车、房子、钱，我在那儿想菜有点咸，但是我插不进去话，直到他们开始聊黄金的价格和银行的汇率，我说这个我略懂，去银行你得带身份证啊。他说你不行，你去小孩那桌吧就。我说去就去，我喜欢坐小孩那桌，不用喝酒，不用抽烟，还不用应酬，吃完饭之后还能围着桌子。讲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月明。大家好，我是月明。你知道你们刚才喊冠军的时候我多崩溃吗？你们笑得越大声，我越笑不出来。我说实话。我选他们俩，单纯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太容易相信别人了。他们一个天天在朋友圈焦虑，一个天天跟我说我稿子不行，我稿子不行。我感觉我都信了，就我信了。他不是稿子不行，是我脑子不行。咋往下讲？说说我脑子不行的事儿吧。我这个人确实脑子不太行，特别容易被骗。前段时间被骗了4.4万。我当时我就想，我太笨了，我太笨，但是我好有钱呢。太有钱了，4万多啥没干，就换这么一套段子。所以大家不用同情我，不用太悲伤，就笑。你们不笑，我回不了本儿。其实这个事儿
我来说已经过去了，已经过去了。为什么想说？我就是希望能帮一个是一个，咱别遇上这种事。因为很多人他觉得自己很聪明，他觉得自己不会被骗，那是你没碰上合适的。你要碰到自己的真命骗子，哎呦我的天哪！咔咔给人打钱，太上头。我就是碰到真命骗子了。那个骗子就在微博上冒充我一个在埃及旅游的朋友，管我借钱买回国的机票，要18000。我真去查了，真是18000。他没有骗我，所以二话没说就把钱给他打过去了。我还跟他说，我说赶紧抢，特价票不好抢。结果过了一会儿，他管我要第二笔钱，第二笔钱要26000。我说你不会被骗了吧？他说你放心，我不会被骗的。我说那没有问题啊。我说那这26000是什么钱？他说刚才抢经济舱没有抢到，想升个舱。我就说特价票不好抢。我二话没说就把钱给他打过去了。我说这次可不要抢不到了哦，小笨蛋。结果过了一会儿，他管我要第三笔钱，要3万。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钱了。我说这个又是什么钱？他说是托运费。我说托运木乃伊也要3万。我后来想，木乃伊可能是埃及的土特产，所以二话没说我就去借钱了啊！我就去找我们共同朋友借钱。共同朋友说你被骗了，你赶紧打电话报警吧。我说打电话报警，他们能借我3万吗？啊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报警了。报警之后，说实话，挺难受的，挺难受，心里不得劲儿，感觉很委屈。我就想让我妈安慰我一下，我就给我妈打电话，电话一通我就绷不住，我开始哭。我妈说：“你说话，说话啊！”我妈说：“你把水壶关呀！”这么大人能被骗啊？然后我妈开始问我怎么被骗的，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、被骗多少钱、什么银行卡号有多少。我说实话，就这些问题啊，骗子都问过。问到后面我都怀疑她是不是我的妈妈。我说你给我打200块钱，她说你滚。是我妈，是我妈啊。但是确实跟我妈聊完之后心情好很多，心情好很多，然后就挂了电话之后自己冷静了一下。结果我爸下班之后听说了这个事情，我爸又给我打电话，问我怎么被骗的，什么时间什么的。我觉得我爸是关心我的，所以我跟我爸又说了一遍。然后我老舅又给我打电话，我说老舅，你现在就把这个电话给我挂了，我现在就在家族群里开一个群通话。我再说一遍，最后一遍，你把这遍给我录下来，你去给我姥爷上坟的时候给他再放一遍。哎，说实话，感觉自己被骗完一次之后，感觉成电信诈骗的 VIP 客户了。他们有什么骗术都得让我体验一下。我每次接陌生电话，不是法院的传票，就淘宝退货，要不各种白条、机场改签，全是诈骗，全是诈骗。所以我对陌生电话非常抵触。我有次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就4个字：陌生电话，都给我气笑了。我说你们就我一个受害者吗？啊，可着我一直羊薅啊，薅秃了，我很生气，我接起来我要骂他。我说喂，他说哎你好，我说干嘛？干嘛？他说你在哪儿？我在你爹坟里。我说来，我弄死你来。他说妈，那你这外卖给放哪儿？对不起啊。
那天差点饿死。但是不能赖我，那段时间确实精神状态不太好，有点抑郁了。因为你看我被骗，我帮别人被骗呢，我三观都毁了。天天让我助人为乐赚，乐不出来。天天在家以泪洗面，说为什么？为什么好人没好报？为什么帮助别人受伤的是我？再也不当好人了，我要当坏人。我以后我就随地大小便，随地吐痰，不给老人让座，坏死他们！我说实话，那段时间我觉得我的善良一文不值。我朋友说值4.4万呢。当然，我说这个事情也是希望大家以我为戒啊，但是不要可着我一个人戒好吗？谢谢大家，我是月明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月明。我叫月明，月亮的月，明天的明，很普通的名字，非常普通。但是咱实话实讲，咱确实长得不是很普通。他们说我有明星脸，说我长得像德云社的烧饼。郭麒麟老师叫师哥。确实有点不礼貌了啊！其实我因为长相这个事情单身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但是现在大家不用担心啊，现在有男朋友了。我男朋友是我合租的室友，我觉得他是自愿跟我在一起的。我们合租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合租了能有小1年的时间。这1年时间里，我们俩没有任何情愫，甚至互相厌恶。但是为什么突然在一起了？非常狗血，因为我看见了他不穿衣服。我俩不是变态啊！那天确实回去的有点晚，我4、5点钟才到家，他睡得也晚，他以为我夜不归宿了啊，是个野女人。他就没带衣服，放飞自我，去洗了个澡。我家那个室内结构非常奇怪。那个浴室门呢，它正对着大门。我进去的时候，他出来。接下来就是我定在原地，他躲回浴室，开始尖叫。他在那喊：“我脏了，我脏了！”我哪儿脏了？挺白的呀。负责嘛，这不得啊！我这么有责任感的人，然后慢慢有点暧昧，然后就在一起了。在一起之后，我发现他确实是个很特别的人，他走到哪儿都是最显眼的那一个，不是因为他白啊，因为他没有头发。不仅没有头发，他还有一脸大胡子，就是上面没有，下面有，毛发守恒定律。你们见过那个鲁智深吗？长成那样，他长得挺吓人的，但是他其实是个很温柔的人，他是很敏感、很温柔的人，而且不太善于跟人发生冲突，但是他确实吓着过人，吓着我邻居。我邻居是一个主播，非常勤奋，每天半夜在隔壁学青蛙叫，就那个点儿青蛙都不叫了，男朋友忍不了，直接走到他们窗户底下，啪就把窗户打开了。就这么盯着他们。我跟他一起去的，我说你看啥呢？他说我就看他们怕不怕进蚊子。连续3天，小青蛙搬走了。但是我男朋友其实是个很勇敢的人。他敢于承认自己的喜好，哪怕这个喜好确实会被人误会。之前我们俩去买手机，他非常激动，因为要换新手机了。他跟柜员说：“啊，我要一个粉色的手机。”然后柜员说：“啊，粉色正适合你女朋友用。”我男朋友说：“我用。”然后柜员就用那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他，他说：“啊。”大家都懂这个眼神什么意思啊？我男朋友很生气，他说：“为什么
直男不可以喜欢粉色，为什么？然后看着我说：“宝贝儿，你看看他，你看看他，我要粉呐。”我说3分钟之内我要你们店里最好的粉色手机，最好的。没看我宝贝哭了吗？店员当场拿出了一台 vivo S30，粉色青春洋溢 Live Photo 神器，最适合记录我男朋友的梨花带雨时刻。其实我很羡慕他，我很羡慕他，他可以释放自己的情绪。我是个情绪非常压抑的人，我小时候一哭，家里人对我最常说的话就是"男儿有泪不轻弹"，咱不知道谁是男儿，反正我听进去了。所以我是一个很羡慕他，他说哭就哭，他哭起来像那个鲁智深葬花，有一种残暴的美感，我看着都怪好看的。他们都说眼泪是男人的黑丝，他有一沓黑丝，就导致我在这段感情里非常的不解风情，我甚至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，真的。我俩第一次吵架就因为我俩出去玩，他买了一束花。我随口说了一句，我说这个花杆有点长，我家有花剪子，回去剪一下。人家生气了，因为我说的是我家，不是咱家。他说我觉得你把我当外人，然后就像个竞走运动员一样冲出去50米，回头发现我没有追他，然后他像一个狂暴的鲁智深站在马路中间开始骂我：岳明，你个丧良心的！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爱咱家。我说这个男的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啊。在路灯底下一闪一闪的，但是他哭得太厉害了，他哭得太厉害了。我觉得我应该安慰一下他，我说你别哭了，别哭了，男儿有泪不轻弹。他说那我就不是男儿。我说，我当年怎么没想起这句话来啊？但是我男朋友其实很好，家里头很多事情都是他在做，媳妇做饭照顾我，他做的都很好。又能收拾家里，又能收拾邻居。我觉得这种男朋友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很多朋友还是会跟我说，他说他赚钱的能力很差呀。我说赚钱能力不能放在我身上吗？就我负责赚钱养家，他负责鲁智深葬花，我觉得挺好的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岳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北。很开心啊！最近呢，我不是快乐小狗了，我是快乐狗爹。最近养了个小狗，然后朋友教我怎么养嘛啊，3个月大小狗吃的有营养一点，让我吃什么什么鸡蛋、鸡胸肉、胡萝卜。我说在上海确实不一样哈，狗改不了吃 brunch。我朋友说再大点可以给它办狗证了。我说什么叫狗证？他说狗证就说明它是条上海狗了。我说这么快就落户了？朋友们，我来上海快7年了，我还没落户呢。我说他凭啥呀？凭他可爱。凭他能给人带来情绪价值。我说我的工作就是给人带来情绪价值，弄了半天他是快乐小狗，我是河北土狗是吧？我朋友说狗办狗证很简单，打狂犬疫苗就可以。我说我也打狂犬疫苗了，我真的有点嫉妒他。现在你知道，有时候在外头遛他的时候，我有点吃醋，我想报复社会，我有时候想咬路人一口。还好当时有狗绳牵着我，当时那狗一回头，眼神里感觉就说了一个字 ：no。一个普通人确实在大城市很难落户啊，但是一些品相好年轻人还是不一样。比如有一些海外留学背景的啊，这种算血统比较优良的。我当时有点难受，我说我血统也挺优良的，我是土生土长的河北人，而且我每年参加脱口秀比赛，我说我属于赛级河北人。而且宠物不仅好办户口、好落户啊，这个城市对宠物也是特别友好。那现在上海很多咖啡厅，你带着宠物去啊，会免费得到一个狗吃的奶油。当时看着那个奶油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上海卖一杯咖啡很贵，要30多块钱。我刚刚看着那奶油，我心想，我说我买咖啡的钱是不是都让狗吃了呀？啊！而且该说不说，朋友们，那个奶油不好吃。然后我就想给它养得好一点嘛，上网我会看很多关于养狗的小秘籍，给它养得好一点。网上有个写的很有意思，他说给狗做绝育手术之后，狗能够多活2到3年。
狗的性格会变温顺。我在想，那些狗如果知道自己脾气暴躁的后果是这样的话，他当时肯定说：“你等会儿，我觉得我的脾气还可以克制一下。”然后还有说这个狗狗做绝育还有好处，就是不会乱尿尿了。我说尿那儿也听你人类的，又要听你话，又要绝育，以后别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了啊！什么忠犬八公啊？你人类想要的是忠犬八公公。网上说给狗做绝育还有个好处，就能避免流浪狗的问题，因为一只狗一年要生12条小狗，3年下来反反复复会生出上百条小狗。我说你不能因为这个问题复杂你就这么对狗吧？啊，这件事儿非得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吗？我觉得人真的为动物好啊，就不要把人类那个审美强加在动物身上。比如说柯基，柯基本来有尾巴，它尾巴有这么长，因为人类觉得就是不好看，然后给剪成这么短了，你知道？我觉得对柯基这个状态都不太一样了。剪完之后，你知道吧？有的大尾的柯基显得很友好，摇着尾巴跟打招呼啊，你好你好。断尾的柯基就显得很消极，说啊小柯基，那柯基这样。No 啊。我觉得宠物过得好不好，完全看人类这段时间的审美。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折耳猫，脸圆圆的，很可爱。但是它虽然有基础病啊，又很贵，但是很多人愿意去买它，很快就过时了。其实对猫的生活质量有着非常大的改变啊。它本来可以生活在杨天真家里面吃金枪鱼，因为没赶上好时候，只能在何广智家吃拼某饭了。而且过时就很容易被遗弃啊，被那些流浪的野猫看见它都得问他，他说哥们儿，你这小体格是不是流浪撑不了几年呀？那折耳猫说，很难说。但应该能比你多活2到3年。人确实对宠物不好啊，为了好看断尾立耳啊，但人对自己也不好啊，为了好看会动刀打针。人不是不爱宠物，人是不会爱，你知道？所以呢，我准备先学会爱自己，以后狗吃饭前我先吃个 brunch 啊！谢谢大家，我是小伟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佳。我不会嘴瓢。因为我的嘴一直在瓢。准备好听第一笑话吗？我前阵子去了趟医院，然后看到一对儿女带着老人来看病，因为要不要带老人去养老院的问题，2个人就吵了起来。坐在椅子上那个老人就特别可怜，说：“哎呀，死了算了。”儿子说：“你现在讲这种丧气话有什么用？”老人说：“不是，我说你们死了算了。”其实，在农村里，很多年轻人啊都在外面打工，所以不得不把老人送到养老院。但是呢，在农村这件事情很容易被议论。我外婆决定去养老院的时候呢，隔壁那个长辈说：“你儿子女儿不要你了哦。”哎，同样的。我爸妈去打工的时候，他也跟我说：“你爸爸妈妈不要你了。”你就感觉在他眼里啊，这家老人小孩都没人要。他可以到村口说：“这家老人小孩没人要，有人要吗？”别人一出，老人一诚心，小孩有破损。住养老院是我外婆决定的，她其实很先锋。她以前在厂里上班，然后每天到点了就会下班回家，然后领导开大会的时候，她会偷溜回去。我问她为什么这么做，她说她最讨厌一群人听台上一个人放。我说阿嬷很尴尬，我现在就是放的那个。他不太清楚我的工作具体是做什么的，甚至会跟我开玩笑说：“那个以后啊，我争取死在周末，这样你工作日可以休丧假。”我的外婆想把我的周一到周五都变成 Sunday。后来呢，我去养老院看他的时候，真的觉得那里很舒服。非常舒服，3餐端到你面前，然后楼下有个大花园、大泳池。虽然我也不知道那个泳池是干什么的，总感觉是给老人的陷阱。但我真的觉得很舒服，我都想住。我说我能不能住养老院？那个工作人员说：“你应该去医院。”跟着我外婆同一间
房子的同一个寝室，那个老太太、那个老奶奶啊，有一些阿尔兹海默症，但我有时候很羡慕她，因为她做什么事都很快乐，看电视剧笑，看新闻笑，就看脱口秀不笑。连阿尔兹海默症的人都知道，现在的喜剧很无聊。朋友们，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不去养老院的原因呢，还是因为养老院不够好玩。如果我们这代人住养老院，肯定会规划成我们想要的样子，对吧？到时候养老院呢，不在什么深山老林，就在市中心，旁边就能买到蜜雪梦城，然后无聊也不用出门，刷刷老红书，玩老者荣耀。一边抢拉布布，一边拉裤裤。哎，到时候女生宿舍对面呢，就建一个健身房，然后老太太每天午休醒来呢，就可以看对面帅哥健身，对吧？向往吧，对吧？你也不用害怕看腻。因为你老年痴呆，每天看都有新感觉。姐妹们，就是要这么不体面的老去。再不疯狂，我们就死了。老头也别闲着，老头也去健身房捡矿泉水瓶。我觉得未来的养老院，如果这样做，一定是年轻人的天堂。对，是年轻人的天堂，而老年人的天堂就在天堂。我还蛮喜欢这个梗啊，而且到时候我们也不担心孩子要不要我们，因为我们压根就没想过要孩子，对吧？而且我有个很神奇的发现，就是那天呢，养老院都是一群那种行动迟缓的老人。我那天一下车呢，迎面走来10几个人，都像小佳。他们一直在开口，就是小佳。早晚大家都会变成小佳的，祝福你们。有一个老人走着走着，假肢掉了，吓我一跳。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。我感觉以后啊，我在养老院肯定如鱼得水，因为我有60、70年迟缓的经验。当所有人变成小佳，小佳就是那个 leader。到时候那个走路太好的人呢，是要被孤立的。所有人把他围到墙角，说你怎么想去哪边就去哪边，你有没有点大局观啊？我等这一刻很久了。我到时候呢，在大厅里继续给大家讲笑话，看看今天把多少人笑死了。哎，我相信那时候无论说什么，都不会有人说这是我能听的吗？所有人都会鼓励你勇敢的大声说，因为大点声才听得到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辛博。我发现这2年咱们中国人的素质还是提升了很多，中国人的素质提升了很多，很少有那种随地乱丢垃圾的了，都是丢在共享单车的车筐里。多好啊！垃圾不落地。每回我都得把那个垃圾从车筐里拎出来，再放旁边车里。这都属于非文化物质遗产，传承它就不能断在我这儿。我不生产垃圾。
笑的都是我的工友。我也试过拎着垃圾去找垃圾桶，没走几步，车让人扫了，急得我脑子没反应过来，嘴都张个出来。你偷我车，这垃圾我刚拎出来的，你没看见呢？对方也是一脸懵，垃圾给你呗。这2年已经有点脱敏了，有没有垃圾的车我都能骑。但我还是觉得有垃圾的车会更难骑一些。你不能让那个垃圾颠出来，否则它就算我扔的。最烦过那种减速带，我得一手扶着车把，一手扶着垃圾，我恨不得拖着。我说我在这儿手扶拖垃圾。最怕玻璃瓶，再碰到减速带，我得立马控屏，掉出来玻璃心得碎一地。那天扫了台车，不知道哪个孙子吃剩了半包辣条，我真是想尝尝。